你会害怕鬼吗？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为什么会怕鬼？有一位青年问师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不但夜里睡觉非常怕鬼，平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会感到害怕。师傅问他怕鬼的原因是什么，他回答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没真的见过鬼。其实人为什么怕鬼？原因不外乎人常常对不可知的事物产生恐惧，害怕危害到自己的安全。由此可知，人害怕的不是鬼，事实上是害怕死亡。然而鬼如果真的在你面前出现了，也许不见得可怕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主观的怕鬼，对鬼的认识不清而心生恐惧。长久下来，如果没有调整害怕的心念和行为，就会变成习惯性的怕鬼，杯弓蛇影，自己吓唬自己，怕的都是心里的鬼。那如何调整心态，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呢？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。曾经有间寺院的2楼，没人的房间却听到讲话声，大家都传说闹鬼。后来方丈干脆自己去楼上睡觉，半夜声音又传来了，无论方丈用什么方法，鬼就是不现身。最后他将窗户打开，才知道原来所谓的鬼只是街边面店里老板和客人的对话声音。从这个例子可知，当碰到鬼怪现象，人们在害怕之前应该要先查明，99%都只是自己在疑神疑鬼，并没有真的鬼存在。若当害怕鬼已成为一种习惯时，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念头，练习让习惯终止，并学习面对自己的恐惧，加强信心，保持正念。其实人会有恐怖感，都是和自己的念头有关。你不怕的时候，那个境界就不见了，你越害怕，那个境界的考验就越多。因此每次害怕时，应该先检查一下为什么要怕鬼，到底是谁在怕鬼。如果可以面对恐惧，心中有佛菩萨，相信自己不管遇到任何情况，内心都能不受影响，进而放下恐惧，渐渐就能从怕鬼的心里得到解脱。鬼可怕吗？只要你不执着它，就一点也不可怕，不需要排斥它，时时保持正念，心想我不是要向鬼神讨好处，而是来帮助他们。例如走夜路时就念阿弥陀佛，但不是用恐惧厌恶的心将阿弥陀佛当成武器来对付鬼，而是用清净安定的佛号在心里祝贺他，愿他早日求生佛国净土。此外，要明白这世上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暂时存在，因缘聚合而生，就像有人遇上了霉运，也是因缘聚合而成，一定会有因缘散的时候。只要对鬼存有帮助的心，以及佛法因缘的观念，自然就不会烦恼及害怕。所以运用好方法，时时保持正念才是关键。曾有一位美国弟子，每天晚上都会听到没人的房间内传出枪声，接着一声叹息。他从邻居口中得知，先前的屋主因妻子外遇事件而身亡，死后冤魂就会时不时出现。这位弟子在知道这段缘由后，便在屋内念心经，祝福他赶快投生。不久就再也没有听到枪声和叹息声了。如果真的遇到鬼，心里不安的时候，不妨多念经，不但能安自己的心，也可以帮助周遭的鬼灵众生。例如佛典中的心经、金刚经，都是教人心要坦荡，无所执着，能够带给鬼启发。而持诵阿弥陀经会让鬼感受到极乐世界的殊胜，自然会想往生西方。人们只要在诵经时怀抱慈悲的心，鬼即能感受到佛法的力量，到达他们该去的地方。然而有人参加丧礼后身体不适，就认为是被鬼冲煞，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。许多大师从小出家就跑经忏，还到亡者家中拜师，因为保持正念，所以从未有冲煞的事情发生。因此当参加葬礼时，要将亡者想成一尊佛菩萨，诵经是送佛上西天，以此健康心态面对，自然就不会遇冲，而是获致吉祥。这样健康的心态也要运用在修行方面。有些人晚上独自打坐时，常会产生背后有鬼的恐怖感，疑神疑鬼，吓得不敢再打坐，这是不应该的。禅坐就是要去除人的执着，就算真的有鬼，
也应该邀他一起打坐修行，而不是害怕恐惧放弃修行。当人拥有自信，存有正念时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怕鬼。一般人怕鬼，怕的是鬼灵众生，但以佛法而言，心里的鬼反而比较可怕。心里的鬼其实就是内心的烦恼、妄念，以及不符合人的标准的起心动念、举手投足和出言谈话。因此，活在世间应该要从鬼的偏差点回到人的立场，要求自己是人，不要被人说你这个人心中有鬼，必须回到人间来，绝对不要还没死就变成鬼。因此，当人导正偏差性格，并用人的立场看待所有人，帮助众生，就是一种修行。我们再来说说现代人常说的一种遇鬼现象——鬼压床。在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中，有一则摇鬼的故事，说的是一日一老翁倦卧榻上，朦胧间见一女子接连而入，白布裹头，丧服着身，直往内室而去。哪有大白天的穿着丧服就往人家里跑的？这可是大不吉利的事。老翁睡意顿消，猛然惊醒，正自惶惑，那女子已从里屋出来，面色黄肿，挤眉蹙额，神情可怖。忽一转身，竟向卧榻边来。老翁忙假装熟睡，不料那女子竟直接爬上了床。老翁大惊，即伸手阻拦，那女子却早已跌了上来，顿似千斤铁块直压胸间，一时手足如缚，动弹不得，想要呼救却又叫不出声，真是苦不堪言。那么鬼压床压的是个什么鬼呢？睡醒了，手脚麻木不能动，有压迫感，无法说话，出现幻觉。摇鬼故事中老翁出现的这种现象，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鬼压床。这种类似的情景，你是否也曾经历过？鬼压床又称梦魇，民间关于鬼压床现象的说法非常多，比如鬼压床是因为你这个人阴气太重，鬼压床是因为家里风水不好，容易鬼压床是因为你业障太重，心神不宁等等。那作为佛弟子的我们，到底应该相信哪种说法呢？为什么明明学佛了，还是会被鬼压床？容易鬼压床真的是修行不够的表现吗？其实从医学角度来看，鬼压床的学名叫做睡眠瘫痪。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的睡眠周期有关。通俗来说，指的就是意识醒了，肌肉还没来得及醒。睡眠瘫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睡眠障碍。我们之所以会在睡眠瘫痪的过程中看见许多又真实又恐怖的画面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半梦半醒间，我们很容易会以为梦中出现的画面是真实发生的，又由于肌肉还没完全苏醒，我们想挣扎却不能挣扎，所以会加剧我们内心的恐惧。这时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一些可怖的事情，鬼压床的恐怖现象就出现了。所以鬼压床可能并不是真的遇到鬼了，在遇到鬼压床的现象时，大可不必过于慌张。那鬼压床了该怎么办？很多佛弟子了解了鬼压床的原理，但再次面临鬼压床的时候，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感到恐惧、不适，很难从鬼压床的慌张感中恢复过来。那么面对鬼压床，我们应该如何是好？及时来看，在鬼压床发生时，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惊慌的，急需将心绪安定下来。这时称念佛名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一方面，称念佛名可以快速地帮助我们安心静心，当眼前出现种种可怖的阴暗画面时，称念佛名唤起我们内心对于佛的敬仰，相信佛的光明和守护可以驱散一切晦暗，我们内心的恐惧也会随之消散。另一方面，称念佛名好处多多，不但可以增长智慧，还可消业灭罪，增无量福德。阿弥陀经如此解释道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，只持名号，若1日，若2日，若3日，若7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黎明往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从长远来看，想要避免鬼压床现象的发生，关键还是在于修行。研究表明，鬼压床现象频繁发生的原因，
常常是焦虑、睡眠不足等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心境和心理问题是导致鬼压床现象的重要因素。佛是大医王，能医众生之病，能救众生之苦。通过修习佛法，种种心病自然会药到病除。勤修戒定慧，灭除贪嗔痴，只有持续的精进修行，心中的种种烦恼才能渐渐灭除。当你能够将佛法的智慧运用到生活当中，面对种种琐事不会升起烦恼心时，焦虑压力也就会自然的消散。大乘起心论中说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当我们修好自心，种种鬼怪自然不会再来侵扰我们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还在害怕鬼，就赶紧试试小编分享的方法吧。愿您终能摆脱烦恼，常得安乐自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